性障碍，是的，这就是今天的主题。现在有些小伙伴可能首先会想到的是性传播疾病或者其他生物方面相关问题，但我们这里不是在上高中的性教育课程，我们要解决关于性禁忌的问题，并解释什么是性障碍，以及性障碍会如何影响生活。这支影片就来说说几个罕见的性障碍，让大家有更多的知识来照顾自己。1. 性欲低下。超级意味着很多，可能就是到了太多的地步。过低意思是低于平均水平，性欲减退是对性只剩了很低的兴趣，这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正常且健康的性行为，通常这些都是缓慢降低的，有时性不在优先列表上，但仍会发生一些活动。性欲减退缩写为 HSDD， 是指这种不感兴趣的情绪会持续存在，并且导致了焦虑。如果忽视性欲低下，就会在浪漫关系中引起摩擦，甚至变得有破坏性。HSDD 是一种性兴趣的缺失，而不是一种短暂的感觉。所以，如果有人和他们的伴侣在一起了，但仍然觉得很烦躁，并且不情愿看猛男日历，那就不是性冷淡。生理因素如激素失衡和情境问题都可能导致性欲低下。但等一下，好消息是有治疗方法，与医疗保健专业人员谈谈，可以帮助确定下一步需要采取什么步骤。2. 高潮后综合征。性高潮后疾病综合征，简称 POIS， 是一种自身免疫性疾病，会影响到那些制造精液的小伙伴，也可以把它想象成过敏。对于那些季节性过敏的人来说，就会像出门时不带抗组胺药，是一种可怕的折磨。高潮后综合征也是一样，性爱结束后，类似流感的症状开始出现。那些类似流感的症状是免疫反应，如果患上了高潮后综合征，身体会像对待细菌一样对待排泄的精液，几乎每次都会出现症状。它们也可以在高潮后持续1周。不幸的是，目前还没有治愈高潮后综合征的方法，但是可以在性爱时间结束后，在医生允许的情况下，服用适当的药物来控制症状。抑制药物可能也是一种合适的治疗方法。3. 性厌恶。性厌恶简称为 SAD， 与性欲低下类似，但性厌恶会更为极端。性厌恶基于其诱因，可以再细分为6种子类型，可以是轻微的或严重的。相对于高潮后综合征，性厌恶是一种对性的主观上的恐惧，这种恐惧表现为当事人不断的拒绝以及主动避免与自己伴侣的所有性接触。这听起来似乎很糟糕，因为它是性欲低下的一种表现形式，所以治疗性欲低下的方法也适用于治疗性厌恶。4. 性交头痛。大家都知道高潮后的正常感觉吗？不错，就是那些放松、温暖，有时是愉快，那些叫做美好的回忆的东西。不，这并不是普通的偏头痛。不幸的是，性交头痛只是一种强烈到会让一个人患上了偏头痛的高潮，这可不是什么值得庆祝的事情。虽然性会带来压力这件事听起来12万分的奇怪，但这不是我们想到的那种压力，不是那种在办公室花太多时间而造成的压力。当一个人在高潮时，大量的催产素和多巴胺就会被释放到血液中，这就是为什么高潮的人会感觉这么好，有时会让一个人感到非常强烈的情绪。然而，当激素水平降低时，它们对身体的影响不会立即减少。高水平的催产素，比如性高潮时释放的催产素，会使血管收紧，最终增加头部压力，从而导致了头痛。通常情况下，男性会经历性交头痛，但性交头痛也会影响到一些女性，尽管这有点可怕，因为头痛是非常突然的，但这并不致命。治疗方法包括定期服用偏头痛药物和锻炼，因为锻炼可以减少在体力消耗时血管收缩的机会。5. 逆向射精。不是大家想的那样，这和水星逆行是没有任何关系的。谢天谢地，我们已经搞明白逆向射精了。但对于那些有逆向射精的小伙伴来说，这可能会被他们认为是水星的错。这是为什么呢？因为逆向射精意味着精子流向了错误的方向，听上去很疯狂，对吗？无论是重力或者潮汐都与逆向射精无关。但简单说来，精液向后慢慢流去的原因在于括约肌。括约肌是位于膀胱颈部的一块肌肉，它的收紧是为了防止精液与其他液体混合，这有点像正常情况下的交通管制。括约肌阻断了膀胱通道的流动，
让精子在出阴茎之前穿过巨大的前列腺以及尿道，但随着逆向射精，括约肌断裂，一切都任其自由发展，精子在流向的地方流动，最终到达膀胱。而括约肌处于永久断裂的状态，这些肌肉无法闭合，所以精液会沿着阻力最短的路径向上，进入较短的膀胱颈。虽然这样没什么伤害，也不影响感受快乐的能力，但这可能会很把性事弄得很尴尬，尤其是如果你和伴侣正试图怀孕的时候。如果逆向射精已经发展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一定要联系自己的医生，请他们提出解决方案。性是件美妙的事，多了节点关于健康的知识，对所有人都大有好处。即使没有别的原因，我们也能认识到自己的健康何时会受到损害。总之，如果小伙伴有问题，医学专业人士有很多答案，所以多去了解生活中这些美好的方面吧。顺便说一句，我们觉得如果大家给我们点个赞，会非常性感。